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言不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贺楠。这期呢，我请来了我们单立人的几位运营同事，3位运营同事啊，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下班之后的状态，下班之后会做啥。那先请我们今天的3位嘉宾来做个自我介绍，说一说自己在单立人是做啥的，向大家让听众有个基本了解。来，先从肉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肉，我又来了。对，我是牙花子这边的品牌的同事，主要负责牙花子的品牌运营。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满意，我是负责日常的单口线下演出的工作人员。大家好，我是小美，我现在是负责经济商务这类的工作。大家好，我是贺楠，我是和吕东一起蹭一下领导流量啊，然后来负责这个闲聊的大大小小的事项。那今天我请这个3位好朋友来呢，其实是有2个动机，一个就是这确实就是吕东留给我的一期作业，我得交，就是撮个人儿，录个播客。第2个动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闲聊的时候，我就总能听见大家说，这个地儿我去过，或者是这个啥我干过什么的，就感觉大家下班之后生活特别丰富，跟我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对3位就是有一个私心的好奇，所以就邀请你们仨，咱们今天加班聊一聊下班之后干啥。我以为只是因为我们仨比较闲，所以顺带把我们薅过来了，其他同事都还在加班。工作其实很多。那不如就先来聊一聊你们最近大概都是几点下班，下班后是个什么大致状态吧。我先说，因为我住的离公司特别近，就在2环的某个小胡同里，离公司可能步行都不到15分钟就到家了，所以我模糊了这个界限。我可能早上，因为我最近在让自己能更早起床，所以我每天都7、8点钟起来，然后晚上因为还要有演出嘛，所以晚上一般又9、10点钟回去，所以我的工作和几点下班好像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就是你一般都是要工作到演出结束？也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是可以早下班，但是可能由于我公司离家太近了，所以我也不想回去，就觉得在公司也挺有意思。那你那么晚结束之后，你会累吗？就是到家之后，还是？其实不会累，一点不累，就是因为做线下演出，可能大家也不太知道这个，就是你如果喜爱一个东西啊，或者是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会就是一大部分的时间和心思都在这上面，然后你也会脑子里想的也都这些事儿，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比如说我像周1到周3这种我们有开放麦，像昨天我和邹一起，也是我们一个同事，一起去了开放麦，然后看了看大家的那个，比如说有人要想主持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再去看看，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再回一趟公司，可能就9点半了，然后再收拾收拾再回家。那9点半就是你大概一个会离开公司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对，如果没有演出的情况下9点半，如果有演出的话，可能就因为不固定嘛，但是基本都是在东城这边，也就是9、10点钟吧。那你觉得这个点算晚吗？是算最早的了，在你的那个生活节奏里算比较早的一个时间点。对，这已经是很早。比如说你9点半到家是特别早的一个时间了。我平时比如说我们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再凑一起想吃个东西什么的，那可能就11点半了。到家就12点。如果我近一点，可能就12点，他们可能就后半夜更晚了。对。肉呢？肉平常是不是也得看演出啥的？对，就是我觉得我先说一下吧，我跟满意这边的情况可能差不多，但是可能是2个极端，就是离家很近的人他可能是不着急回家，就是像我这种离家很远，因为我家离公司有30多公里嘛，对，就是离得很远的反而也会不着急，就是有点狮子多了不痒的那种状态，就是反正那么远，就不着急了。对，就是在回家这件事上我会格外拖延。对，常规来说的话，基本上手头的工作完了之后，可能在8点左右，就是常规情况下，在不去演出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我可能会在公司磨蹭到很晚。你会磨蹭，那我可以理解为你不想下班吗？也不是不想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手里的事儿已经完成了的状态下，我是一个在非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就单纯是在这儿耗着的一个感觉。对，因为那个时候通常来说也会有其他同事在，就是也不至于说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儿。对，是我之前闲聊录制的时候，结束都快11点了，我就看肉还在楼上呢，就我走了，肉还没走，我就想你是在工作吗还是啥？但是我又看你在打游戏。对，最近的状态可能是在非工作时间是都在打游戏的。那大家到家大概就11、12点了得。对，常规来说到家时间都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更晚，就有一些被迫回家晚的情况下，也都是差不多这样，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吧。明白。那我好奇，你转天还是按我们规定的那个时间来上工吗？还是说？对，是，但是可能会比规定的稍晚。明白。那你这样不会很稍晚个4个小时左右？就是很累吗？其实说实话也会累，但是那个累其实也说不太清楚是哪个状态上的累，只不过就是你会习惯在那个节奏里。对，就是你已经养成了泡在办公室的这么一个习惯。对，但其实我现在也有意在调整，因为感觉回家早其实时间反而会觉得更久，因为可能坐在工位上你也不觉得那个时间是自己的了。是，昨天我到家9点。很早了吧？算你到家。对，但是也处理了很多工作上的事儿。等我真的收拾好上床，已经到12点半了。对，明白。所以你还是处理工作也会到很晚，就说是其实有一个下班时间，但是也会时不时在下班之后。对，因为像所有，我觉得这个公司人不会跟演出真的脱离开。不管你是哪个岗位上的人，对，可能现场的人他是真的在现场到很晚，那不在现场的人也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小美呢？对，我赞同他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我是跟演出完全不搭嘎的一个职位。对，但是像比如昨天我也要去看即兴的演出，因为我可能有客户会需要给他们介绍到那儿。所以有时候下班时间也会很晚，最近的下班时间一直很晚，可能是因为客户比较多。所以你见客户，就是带客户看啥，都是要在下班结束之后是吗？是的，就是不想让他占用上班的时间。另外，客户其实也上班，就很不方便。像比如周一就要带他们去看一个新的美术馆开的展，那个就是在晚上嘛，然后回家其实已经。结束之后再去吃个饭，回家就是11、12点了。昨天也是，就11、12点，就差不多都是那个时间点。对，其实咱们的工作和大家想的可能也不是很一样，就是说跟普通的这种上班的人，他时间可能是一个完美错开的一个状态，也不是，因为我们日常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演出其实频次也很高。那在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也在上班。大家闲下来看演出的时间，我们还是有工作在的。是的，大家可能就以为我们没有坐班时间，就觉得演出才是我们的上工时间。可其实不是，白天里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运营的工作要做。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比如刚才 Ro 他说他经常回家可能1、2点，11、12点这是常态。那你家里人会说些什么吗？就是家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吗？会赞成还是反对，还是会怎样？觉得你下班太晚了还是什么？会觉得我妈会抱怨一句，然后那我就是通常来说我都会假装很无奈的回一句说也没有办法，但确实是这个距离会是让回家这件事儿变得是需要一个启动。就是一个明确启动动作才能达到的一个状态。是我特别理解。我之前你也住过远地方。是的，我之前住昌平，回去大概要1个半小时。但是我跟你相反，我就是想尽快赶快到家。是的，我就是
下班我就想走，然后我看大家都没走，我就很尴尬。但是我秉持着我住得远，我先走了，就走了。对，确实也是结束工作才走的。说到这个，就是我的家里就感觉不是太能接受，晚下班这件事儿。然后你跟他们解释说，我是加班或者什么，他们可能还会往别的地儿想，就觉得你可能不是加班，你就玩去了。对，这得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小美和肉都是北京人，所以是跟家里住，对，就跟家人住，所以就肯定会涉及这个问题。对，所以我特别羡慕，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张满意这种，就是其实没有家长管的这么一个，其实你们想下班之后想干嘛就干嘛。对，相对来说会自由一点吧。对，那我就先问问几位，你们下班之后还会再做些什么吗？就听你们下班都这么晚，还会有啥其他活动安排吗？啥的？小美这露出了一些微妙的表情，露出了一些生活很丰富的表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上班有时候压力特别大或者特别忙，之后你下了班你反而不想回家，你反而想比如说约朋友出来喝酒啊，或者是干点别的娱乐活动啊之类的，就是你就想把时间拖得更晚，你可能11点才下班，但是你最后回家的点可能是凌晨3点这种。是不是因为你回去之后还有家人在，所以你更想在外面就自己玩玩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我更想玩，我只知道如果他们不在的话，我可能3点都回不去家。满意呢？满意你是自己住，会像小美这样，就是下了班之后还是不想回去，想约朋友玩一玩什么的吗？我是分阶段性的吧，就我可能有一阶段是我必须要有很多人，因为演出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因为演出它很多人，然后有很多观众，那个气氛它是烘起来的，就会很亢奋。你在那个演出的过程中，甭管是准备之前还是演出结束之后，你跟这些人他都是一个很亢奋的状态，然后等突然所有人都走了都散了，然后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你安静下来了，你说要回家了或者干嘛的，你会突然有一个很荡的情绪，但是这种东西它也不是正向的，也不是负面的，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在那儿，你就会觉得需要陪伴。对，怎么突然空了，就一下子空了，因为它那个对比实在太强烈了，就会让你一下子有那个空虚感。但是之前我会有那样，就是一个阶段会是那样的，就会不想回去，我就必须要在人多的地方，就人越多越好，就可能人越多我可能睡觉都睡得越安心，就是到那种程度，就是我会在什么就演出场所很好的睡觉，但是回家就睡不好了。然后但是最近就没有，最近就是觉得说可能因为我觉得跟我住的离公司很近也有关系吧，就会觉得说也没什么，就还感觉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像小美啊像肉他们因为是本地人嘛，所以跟家里有联系，但是我可能我有一个北漂什么的，我就一个人来的。明白。对，所以就阶段性。那你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你会选择去哪儿呢？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地儿能去，就是在公司要不看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跟同事们一起吃吃饭啥的，吃完饭还是回家了，也没有去哪儿。肉呢？就是听起来感觉其实大家也都是没有很想回家，就是各有各晚回家的理由。对，其实我吧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有孤独感的人，就是我还挺独的一个人。就是我身边好朋友不少，然后我跟这些好朋友就是包括在座的也都是好朋友嘛，就是其实大家关系也都很近，然后但是也不会想说想要再跟你多待一会儿，就是你觉得自己待也 OK。对，就是很 OK。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一个跟大家一块出去玩是可以到最疯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不会说太想说很想见你，或者是说跟你待在一块儿，并不是说我跟你关系不好，而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在那儿，就是跟大家出去一样会很嗨，然后玩得很好，但我可能就跟满意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就截然相反。明白，就是你下班之后可以跟朋友玩，也可以自己待。
对，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小美也很清楚知道我这一点。其实我最近1年已经在很努力的调整了，因为周围的朋友也会跟我说过这个点，当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他们会说我在非工作时间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是失联的状态，就是发微信我也不会回，并不是说我看到故意不回，而是说我在家手机真的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状态，我不会去动手机。那你会做些啥呀？不看手机的时候？我会看 iPad， 就是用 iPad 看电影、看剧，或者是看不需要脑子的游戏直播什么之类的。就是下班之后你在家也会就是一个人有很丰富的东西来填充你这个。不一定说它有多丰富，或者是有多有涵养的一些。就是活动吧，就是你总能找到事儿干。对，我总能把时间消磨过去。明白。是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状态里。我感觉也不像自我封闭，就好像是你在找回你的能量，因为你可能有时候就发出了太多能量，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你一个充电的过程。也有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自己并不会有这种很清晰的感知。但是这样的习惯可能是从我最早的工作上养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因为之前是做公关嘛，就是相对来说很累，然后需要去沟通、去输出也很多，反而可能在自己的时候就想要做一些很机械的东西。对。我其实我感觉我上一份工作之后的状态跟你刚刚说的有点相似。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很机械的一些工作，就是要在电脑前做一整天。虽然说就是不是很费脑子，但是下班之后就是很累。我也不想说在下班之后再看点啥学习，或者看点什么有涵养有品位的东西。当时我就特别想看那种无脑剧，或者什么无脑恋爱什么的，能刺激到我，让我感觉，我也不觉得它好看，只是觉得它能让我稍微提起点兴趣，不是像平时上班的时候那么呆板。所以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下班也很焦虑，因为总在焦虑说自己下班之后没有度过一个很充实的时间，而是把我的时间浪费在了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上。我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别喷我，就是没事，我也可以剪掉。就是我之前上一段上班之后，我看那个和的那个电视剧，要是搁我现在，我是死活不会点开那个东西去看的，因为我知道它就毫无逻辑，就是让你去看他们俩怎么搞对象的。但当时我就是硬生生为了这个剧开了 VIP 会员，然后买了超前点播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太需要下班之后看点什么他们俩长得又好看，然后搞对象搞得又好，也不会搞那些7的8的，但是乱哭，就是一直在那儿搞对象。我就说我要看这个，我就必须要看这个东西。我很好奇一个点，就是什么样的对象叫搞得又好，就是什么样的恋爱标准？就是他们俩一直在很甜蜜的恋爱，没有说中间劈腿啊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可是这种全程一直高糖的剧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吗？就是对，这就是我现在也特别好奇，就是我那时候为啥会这么喜欢这种东西。它就是全程让你的脑子处在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我感觉就看进去了，你也不觉得这东西腻了。了解，其实那样的一个情绪可能是在那个状态下是治愈你的。对，就是你需要一个全程 happy ending 的一个。对，我之前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下班之后，他是做广告的，做炕。下班之后就想看垃圾剧，当然我没有说任何剧是垃圾啊，他原话就是我只想看垃圾剧。下了班之后，那小美，现在你下班之后会做些啥？你刚才只是笑了笑，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我现在下班之后非常的不充实。就是怎么叫不充实？没法聊。这怎么聊？喝酒啊，爱喝酒。但是喝的又不好。啥叫喝的不好？就跟你刚才对象搞得好差不多是一个问题。酒量特别差，
但是又喜欢喝酒，于是就会经常，下班之后喝点酒，然后在一个微醺的状态下回家。想下班，但是想下班干点自己想干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想下班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因为现在下班太晚了。下班之后你可能只想做一些减压的事儿，但是你刚才说的什么看一些无脑剧，这个我还是做不到。我就看不了那些什么纯撒糖的恋爱剧，因为我觉得本来我时间就不多了，我现在已有的时间，我要不就是跟朋友一起很放松的去聊聊天喝喝酒，要不然就是看一部非常牛逼的电影，或者是你觉得质量很高的剧或者动漫都 OK。对这个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上一份工作其实结束完之后，那个时候是跟同事一块合租在公司附近，然后我们俩是一人一间嘛，然后晚饭也会到回家之后各自分开吃，然后我一般都是会吃饭的时候看一部之前看过的好的觉得好看的电影。是的，对，然后那部电影可能会反反复复看，当然不是说今天回家看，明天回家还看这一部，而是说不同的部可能会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看。那是不是因为你害怕你随便点开的东西你觉得不好看，然后就会浪费你这个吃饭时光？对，我有这个提问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想找一个没看过的东西，要挑好久，对，要挑好久，是，所以就不如选一个之前自己喜欢看觉得好看的东西再看一遍。哎，在这个我有个经验，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吃饭的时候挑好久，我会提前挑很久，然后攒个10部左右，然后每天吃饭看一部。是个好方法。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吃饭的时候看一些好的东西。哎，那我有个疑问，你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会首选看喜剧吗？不会，我会首选看相对来说悲一点的，或者是没那么皆大欢喜有曲折的。我会首选看悬疑，就是能抓人的。满意呢？我看的是一个韩综，是从高中开始看的，就是育儿的一个韩综，就是养孩子的，就会比较。那也是我的下饭剧。为什么99年的人会现在已经开始看育儿了？而且那个剧是我从高中就开始追的一个综艺，一个韩综嘛。对，就这么多年习惯了，然后看一些孩子。好长寿啊，这个综艺。我从那个15年开始看的，一直到现在。他这个综艺最开始是13年开始出的，然后到现在就是看一些孩子一点点成长。对，就这种。然后要不然就是吃播，看吃播，因为我睡觉，我最近一直睡觉都是看那个狗狗吃播才能睡着。狗狗吃播，对，就是狗狗吃播。现在狗都有吃播，很火的。对，就是那个咀嚼的声音。这是不是因为就是现在因为人类吃播已经被严重抵制，所以狗类吃播就开始崛起？就是大家的那个阈值已经被调得很高了。对，啥都有。还有比如说那个就是用刀就是打香皂的那个，就划香皂，把香皂切香皂那个。说起这个，我应该是在2年前吧，就是那个时候是疯狂看 ASMR 的视频，就是有一个吃酸黄瓜的那个美国黑人大妈，就是还挺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疯狂看她吃各种酸黄瓜。我看 ASMR 会通常喜欢看蛋糕类的甜甜圈，就是视觉上也会比较对。你们是觉得看这种很解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解压，你就是觉得好看，或者是说舒服。对，就是催眠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晚上睡觉前会看，真的是看一会儿就会困。但是我现在就完全不看了，就是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真的很不一样，就很奇怪。就是有一个阶段我就是疯狂回家会看喜剧类的东西，喜剧电影也好，或者喜剧专场也好，然后到现在是疯狂看游戏直播，就是很无脑很机械。明白。哎，那你们如果说在下班之后看到一些喜剧内容，会不会就切换到一种很专业的工作的状态呢？
我是不太会，就是我还是会说看到它好笑那就是好笑，我也不太会说去想它结构怎么样或者是好在哪里，就是我觉得笑是很天然的一个事儿，就是它如果说是一个 OK 的一个东西，那你笑就好了。我跟他完全不一样，我在非工作时间拒绝看一切可能跟工作有关的东西，比如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其实我都没看过。你是觉得看这东西就会让变成工作，让我觉得在工作？我虽然不会审视它，但是我会觉得我现在在工作。就是状态上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在你进入喜剧行业之前，你看可能就是单纯是是对，就比如说就是它上线了，你要跟着看。那现在看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像他刚才提到的那些行业上的产品，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东西。对，要观察去看，但是它可能好笑就还是好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对，我是会比较割裂，就是可能离我很近的，比如说那些友商的产品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也好。可能会带着一点要投入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做这个事儿，当然也还会有一些跟我相对来说离得远的，比如说国外的专场，或者是一些网上的一些可能是无脑的那些，就是大家看了都会笑的视频，就是这两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是的。满意呢？满意会在下班之后看啥喜剧内容，或者是有啥突然切换到工作状态的感觉吗？会的，因为这个我工作和生活是没分开的，所以像我微博呀，然后微信啊，关注的比如说各地的俱乐部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综艺啊什么的，我都会有关注。就是平时反正没事刷到了，也会留意一下有什么，最近又出什么新的产品了。对，然后看一看什么的。对，我也不会刻意避掉它，也不会刻意去看，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好看也会多看一下。非常随意。那你会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去尝试解构它吗？就是觉得它哪儿好哪儿不好？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几档综艺，它都是把这个带出去的，就真的把喜剧这东西往外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形式来讲，它都是为了让这个更好，只是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些认可有些不认可嘛，那是纯主观的东西。明白。对，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入职的时候，我的领导吕东就跟我说，我的工作日后可能会变得和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因为我的工作主要内容还是做内容策划嘛，所以我平时不论是喜剧内容也好，还是其他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好，我越来越发现我在看他们的时候，就是会带有一种自动去评价他的那种感觉在，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最近这2个月吧，我在打开某播客平台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大家最近都在聊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的形式，就很自然的就切换到这个状态，而不是说像我之前听播客就是随机点开一个东西，然后我喜欢就听完，听不好我就放掉它。那现在就不论是什么播客，哪怕是订阅量只有几千的，我也得点进去看一看他到底聊的是啥，为什么这几千个人会订阅他。对，得带着这种东西去分析，然后也不是说累，就是下班的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或者说我完成了哪一个东西，哪一项仪式才可以正式宣布我下班了，我是一个非工作状态的人？怎么说呢，就是从客观状态上来说，你是不可能分得开的，就是尤其是像咱们这个行业，虽然说是喜剧对于大家来说感觉是一个演出，那演出它是一个在台上的事儿，但其实是私底下，就是甭管说是单口也好，还是说是即兴也好，还是 sketch 也好，
都是脱胎于生活的，就感觉这个艺术形式是跟生活格外的近的，就是演员都没办法把他的艺术创作从生活中剥离出来，那我们辅助配合做的这些工作也一样不可能。对，但是至于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自己因为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嘛，我可能会选择在一个读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是在当然有重大事件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达到那个状态。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很紧急或者是什么样的事的，你的心会悬在那儿，就是你干别的你都会干不进去的那种，你就只能定在那儿等消息或者是怎么样。对，就是在一些很常规的，比如说演出结束之后，相关的一些工作都结束了，我可能会是把手机放在那儿，这个可能是我所谓的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动作，就我不再动它了，我就可以专心的去看剧了。但是我在睡觉之前一定会再看一眼，明白？手机。你们会有那个工作号和生活号就两个号分开那种东西吗？因为我们就是协聊的团队里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工作上用一个号，然后生活上用一个号，但是后来他生活那个号就渐渐被工作那个号取代了，他就工作和生活都在工作号上完成了。我自己的只有一个账号，就是微信只有一个，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微信你不能好多东西你慢慢发现你不能发了。就是你自己的私人微信，结果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号。是的，因为里面的人就越来越多，客户越来越多，然后同事越来越多，于是你就没法畅所欲言的发了。我问到这个问题是我想起来，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之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生，她也是亚裔，她平时上课的时候永远坐在第一排。穿着非常简单的 T 恤和运动裤，戴一个黑框眼镜，梳一个高马尾。然后有一次我在周五碰见他，就整个人都完全认不出是他，就穿了一个紧身的短裙，披了长头发，然后化了妆，就打扮的和平时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今天真的好看，就跟平时区别好大。他说对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就他因为好像是从小在国外上学长大，他就觉得说，如果我上课的时候还打扮得那么漂亮，我的心思可能就不在课上了，就会吸引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就是上课的他，下课的时候就是下课的他。这第一次就让我知道了上课和下课有一个这么明显的分界。因为其实我上课下课还是上工下工，都是一个人。就是完全是一个人，我也是分得不太清楚的那么一个人。这个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仪式感的一个东西，他会用一个明确的视觉上的信号告诉自己说，我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了。对。今天我在微博上还刷到了营销号转的，就是一组图，就是不同是上热搜那个吧？应该是，就是不同职业的人他的一个状态的不同。比如说有一些白天在当电工的一些女生，她们就是穿着工作服在电线杆上在作业，然后晚上就是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人。对，就是也还挺区别挺大的。对，是。那你们下班之后，就如果有工作消息发给你，会回吗？其实对我来讲，必须处理啊，就是没办法，你必须处理。就是即使不处理，你也会被一个焦虑就是萦绕在。对，你会一直嗯想这个事儿，反而会更恶心。就是我会这样，就是如果是一些通知型的消息，我可能会看到，会回复一个收到，我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对，但是如果需要持续沟通或者是解决的，那可能就会在这个事儿上了，处理它。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把吃饭的时间也推迟一下，因为我会很焦虑。对，我肯定是要回的，因为这个演出一般都是周末也会有的。对，然后你也是就是马上这个事儿必须要现在处理的，对，会比较紧急的，所以肯定要回，而且会一直看着那个，比如说你看着，如果我不去现场的话，我肯定要盯着。明白。对，但是也就是前半夜吧，12点之前，12点之后也没什么事儿。
对，其实你还是会一直担心着他，就有那个脑子得绷着那根弦儿在那儿，对，得盯着。其实这跟发公众号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是的在是的发出去的前一刻，永远都是在焦虑的。对，你发出去之后也要看评论放没放出来，然后转没转到群里什么对，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就是工作跟生活的一个状态，它是延续的。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下了班之后，不论我老板给我发什么消息，我完全都是第一时间处理。就是他让我干啥，我甚至周末我也会做。然后我这种状态呢，我有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你下班了，你就不要再看那些工作消息了，你看了之后，你再干了。其实你老板就是一直会默认说你没有下班，我有什么时间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到你，会放一个信号出去。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我的想法就是这个事儿我得去解决掉它，如果不解决它一直放在那儿我就难受，我就有事儿我就先去把它办了，然后甭管说是什么我私人时间，我先把这个重要的事儿先干了，然后我再去做忙我自己的。但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我要找回我自己的工作这个下班时间，然后工作就别来烦我，我就下了班也不想看见工作消息，不想看见同事，就这么个状态。但我看大家下了班还会频繁跟同事一起出去玩，一起见面啥的聊天，就跟我之前超级不一样。对，大家都是有各种。我们最近还新组建了一个，妈妈拉松松小分组的一个群，就是说周末一起去拉松松。对，就是跑马拉松是吗？跑步，对，真的是跑马拉松，是跑步群，是半马还是1/10马？就大家就是那么洗一下。我很好奇，就是像这种群，就是大家同事一起建的，大家一起去玩。你会把他当朋友吗？还是同事呢？在休息的时间，在比如周末，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因为我是这种没有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开的人，就所以朋友和同事也是一样的，对你来说，只是深浅不一样。对，就是能聊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就都可以用朋友来概括，都可以。对只不过有的人是闺蜜，有的人是朋友。明白。是的。哎，那我提问，如果我上班的时候和下班的时候问了满意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会选择不同的回答吗？就是我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当做公事来回答，下班的时候选择那肯定不会。他肯定不会，他是上班下班一个人的人，他是工作生活在一起。对，完全不会。那小美呢？小美，你要如果是下班时间和同事一起玩，你会纯把他当朋友？我约出来的人，我会把他当朋友；我约出来的同事，我会确实把他当朋友。脱离工作这个场合之后，那你就是觉得，其实我也可以和同事做朋友，是，但一定不是我们共事的这段时间。明白。我的朋友到后来留下很多是以前的同事，但一定是我们离开那个公司之后，他才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周末约出来，我可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朋友。但是回到工作场合，其实又是同事了。肉呢？肉会觉得我可能也是这样的吧。我可能是更片段式，就是在当下我们是朋友，但是我回到我自己的那个空间或者自己那个壳里之后，你可能还是同事。那出现在工作场合，那依然也是同事。对，就是。我是秉持着一种博爱的一个态度，就尤其是对朋友是这样。我是觉得说大家都是真心的，你也没有坏心，我也没有坏心，大家一块可以玩得很好，不用太去安一个身份在。对，就是我这样也不会对你有过高期待，我也不会给你压力，你也不要给我压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的，我跟吕东共事也是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俩平时相处的时间比我和我男朋友还要长。就我基本上如果是那不是一定的吗？你们不是异国恋吗？对，就如果我男朋友也在我旁边的话，我还是跟吕东在一起时间长。就我们俩平时工作有一段时间就是大眼瞪小眼儿。然后有一次就是中午出去吃饭，我碰见他了。
我就想我要不要和我领导吃饭，我还问过满意，然后满意说你就放轻松，就当聊天儿。然后我跟吕东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们也不是在上班那个状态了，我们俩就是个朋友，我就可以随便的跟他聊，他也是随便的跟我聊，就那个状态还是挺放松的。但是一旦我们俩又坐到这个面对面的工位上，就会把工作那根弦又绷起来，就变成了同事的状态，而不是在随便乱开玩笑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还是基于你们俩关系其实足够好。有很多同事是就是本来就不太熟的情况下，你要是在饭馆看到他，就如果我在饭馆我一进去看到哎有个同事在这儿，我一定转头就出门换一家饭馆，省着你还得打招呼，还得好尴尬。对对对，其实我前两天上地铁的时候，在同一节车厢看见了我前老板，我二话不说就下了地铁。我是真的不想看见他跟他说话。我看见假如前面有个同事在走的话，我会刻意把脚步放慢一点。我也会，对，我也会这样。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社恐。我会评判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打招呼的一个人。如果是说没有熟到都可以打招呼，那我也会放慢脚步。如果会打招呼，我还是会加快脚步上去打一下招呼的。对，我是一个很割裂的人。你是一个很不爱的人。我是觉得咱们公司的人可能会尤其明显，就是状态调整的很不一样，其实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是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论啊。我是觉得说，大家在工作上都足够专业，是一个很对，就是很工作的一个状态。那在下班之后，大家又会变得很疯癫，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经病，就是加引号的神经病。对那种情况下，你会更容易发现这个人的一些人格魅力，跟你契合的一些点。对，我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没有说有什么同事让我想和他发展成朋友关系。对，就是如果说他上班和下班其实区别不大，你也不太会想要去多了解他。就这个人没有什么吸引你的神秘的特点。对，但可能下班见到有一些有意思的同事，我就还想跟他了解更多。对，就变成好朋友。就包括咱们公司其实约饭啊、约歌啊什么之类的都很频繁了。是，对，相当频繁。对，就是以前公司其实以前公司大家关系也都很好，也都相互是朋友。只不过就是感觉频次不会这么高。这个可能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就凑起来了一桌饭局。是的，是的。我之前还看，就是我们同事不是相约着一起出去旅游吗？我就特别惊诧，我说这出去一起旅游了。要不要吵架呀？吵架回来之后还能不能上班啊？就旅游这个事儿，我还是就是把那个界限调得很高的，就是我好像都没有跟好朋友，就很好的朋友都没一块旅游过，因为太容易出问题了，就没必要。就是都不谈什么失不失去，就是没必要。我和朋友每次出去旅游都要大闹一次。之后好几个月不联系，然后再开始联系。朋友吗？朋友，巨亲的朋友。出去旅游也会这样。那这也是真感情了，就是旅游都没有把你们打散的。对，那你们觉得现在就是刚刚我们聊的这些下班之后的状态啊，做什么是你们满意的吗？是你们？我觉得不是，但具体说我满意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你想找吗？好像也没有那么想找，但是也会想说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你会非常不满意的一些动线，你可能会想要把它去做一些改变啊。就比如说回家很晚这个事儿，你就可能想稍微早1个小时、2个小时到家，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是，反正也是回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只是换了个场地。是。张满意吗？我也不满意。那你会想怎样呢？因为我住的地儿，我主要的问题就是住的地儿太差了，就是住的地方差。我住的地方但凡好一点，我不会天天泡在公司。我现在公司大概有7、8件我的衣服，那种大外套，就我放在公司，我每天来公司换衣服。我现在每天早上大概10点20左右，我都能看见满意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对，因为我来的特别早，走的特别晚。那天宁佳宇
就宇哥还在那说那个，因为只有录音间他也是走得晚嘛，他在录音间，我看录音间怎么亮的，我就佳宇老师每次也是自己在这儿，真的超晚。因为昨天我喝完酒不是回来了一下吗？那时候都几点了，快1点了，他还在上面，他还在。是的，对，就是你说我走的晚，我每一次走我都要跟佳宇老师确认一下，我说外边的灯用帮您关掉吗？他说不用，你走你的。我说好，然后我就走了。之前一直都是我去关那个灯的。哦，还有一次就很晚了，然后灯是开着的，然后我们走进来说，竟然没有人关灯，就是太过分了。然后过了半小时，佳宇过来了，就是，就经常有这种事儿，而且早上他也挺早的，他也不晚。这咋打卡呢？他天天在这卷死我们想。也是一个不想回家的人，就都不想回家。回到刚才的话题，那如果满意，你现在找了一个合适的理想中的住处，你觉得你下班之后会做些什么？那我会立马回家。你回去之后想干点啥？我这个说的就比较远了。你说，就是我可能会第一件事让我妈来。当然不是来照顾我，因为他也照顾不了我什么，只是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他在家有多么不开心，他想出来，所以我会让他来，然后让他来之后呢，我们两个，我下班之后已经想好干嘛了，因为小美一直送我的拼图我没有拼，我要把拼图拼好，然后其次就是把我落下的那些就是小孩成长的过程的那个韩综追回来，对，把那些剩下的追回来，对，肯定是要立刻回家的，就是也不是为了要跟我工作作为区分啊，只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就是说有自己的那个空间了，对，独处空间，我一直都是在飘，对，很飘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妈妈来了之后，你也会没有独处空间。但我感觉她叫妈妈来就是有个陪伴，或者是想让妈妈放松透气什么的。也是阶段性的，她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儿，因为家里她还有别的事情，她还有自己的生活。好，回到这个问题呢，小美怎么想呢？小美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现在的下班之后的生活是我满意的，比如说周末的生活，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结束之后的生活，因为我周末会提前很早就去安排周末要干嘛。对，周末你会提前安排？对，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各种户外运动，所以我周末可能就会提前订，比如说订篮球场。然后看去哪儿爬山，定好动线，然后约，比如说之前约滑雪啊这种都会。爬雪，这个动作突然在脑子有画面，就变得很搞笑。我们不是就是在爬雪吗？就是练前任的时候，就是手一直在爬雪。我刚才第一反应是，这好像真的是一种运动。不是，还有我们最近去那一次，因为冬奥会就不知道为什么雪场全是人，然后我们要等一个那个缆车，就得等半小时。然后我们为了不等那个缆车，我们每次滑到一半走上去，对，往上爬，抱着板子往上爬。对，就是我们体力完全消耗在登山这个东西上。你别说雪场都是人了，我看完冬奥会之后，我巨想滑冰，然后我就去我们那商场底下那冰场，全是人。就大家好像都有了花滑梦一样，对，也不知道这股热度什么时候能消退。我上去我就消退了，我说这滑冰这我真来不了，我就想我分分钟我就速滑，我就滑，结果一圈滑2分半都不止，人家小孩都滑比我快，我说算了啊，你继续说，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你了。说到哪儿了？爬雪，爬雪，设计动线啊什么之类的。对，就会提前安排好，就会想，这个周末我要干什么什么什么，下个周末我要干什么，我可能要去外地啊，离开北京啊之类乱七八糟的事儿。那你会因为就是说有了这个计划，有了这个期待，所以你上班会觉得有盼头，就变得轻松一点？首先是我不会觉得上班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轻松的事儿，就我不需要一个盼头。你不需要盼头？我不需要盼头，就我是每天起来就特开心的一人，就上班我其实也是开心的，下班我更开心。小美就是稀有物种，对，她真的很奇特，就是她体力用不完，精力用不完，然后还每天像傻大姐一样，就是好像任何情绪都不会影响到。小美真的是我见过的美好人类了，绝对是吃好吃的，然后喝好喝的，长得又好。哎然后我加了小美微信之后，就经常看小美发自拍，发出去玩，又去了哪儿，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就
巨好奇，因为我平时下班之后，我由于我这个养手机宠物的这个个人原因啊，我的基本生活时间都耗费在了手机上。就一到周末，我大概最大块的时间就是用在视频通话上。跟男朋友吗？对，跟男朋友。然后剩下的零碎的时间就要依据这个他睡完觉了，我再安排我的时间。之前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个时间都耗费在和我男朋友视频讲话上，会不会就占用了我个人成长的时间？但是后来呢，我们俩现在就发展成了把视频开着，然后各忙各的，就变成了纯纯的在线自习室那种感觉。然后我也会稍微的把他睡着之后的时间安排的再充实一点，就是他睡着了，我就可以出去买个菜、做个饭、看个展啥的，再安排起来，这样子就也不会成为困扰了。但我觉得你这样也很围绕男朋友的生活哎，你的生活感觉不是太是你的生活哎。这个感觉就跟下班晚了就是会报复性熬夜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一定是要固定留给自己多长时间看视频的一个时间，比如说看电影也好，或者看其他视频，比如说2个小时，那我可能比如说到家已经12点半了，我也要会把视频打开，就是它会往后挤压，就会变成一个强迫性的一个熬夜。对，就刚才我说那个情况基本上是发生在周六周日，是因为我和我男朋友是有时差嘛，我们俩平时周一到周五的交流时间都特别碎片，基本上就是我的白天就是他的晚上，根本是交流不了几句。他在美国吗？对，他在美国14个小时时差应该是，就碰不上，就很难受。然后周末恶补，就只能这样子。但是我有个想法，就你刚刚说的那些，就周末嘛，你说安排好这件事儿，它就不能随机发生吗？就是像你说，我恶补十几个小时或者怎么样，我们俩就是因为可以，对，你就让它就随意发生嘛，就是也并没有说要规划它。是的，就是大家的选择，就是你规划其实也会有很多随机的事儿，你不规划也会有很多随机的事儿。就谁能知道下一步什么样？对，就让它自然发生也是很好。对，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种负担。我们的明天我们都不知道。对，就是规划的话。还是有一些必要的，比如说某一些 KTV， 你真的是要提前一些去对，就好多东西真的得提前预约。那这个就太具体了。这周六又没得玩了。这涉及到3人以上的了，那2个人还行，我可以说随机取消。对，随机波动的，继续蹭流量。能听到这儿，也不。最后，我们给北京土著朋友们，能不能推荐一点儿，就是下班之后的好去处呀？那我先来，他俩要没有？你来。因为离公司太近了，我现在已经摸清了王府井是吗？对，摸清了这附近啊。就是我下班前段时间，上周、上2周，包括春节那周，就附近的公园，景山，然后景山后边那个北海。这2个挨着的，就可以经常去逛一逛。虽然它也没有特别高或者什么，逛公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像前天吧，这周几忘了，反正是去北海的时候，他们还有老年合唱团在那儿，因为我特别喜欢合唱团。晚上吗？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我是下午去的。哦，对，然后他们有合唱团在那儿，还会分着练啊什么的，你就听着声音就会特别舒服。就他们一起练合唱，然后也会最后集体在那合唱。就非常有气势啥的，对，逛公园这个项目非常好。我每次听到你说这些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有一股夕阳，就一道夕阳照在了满意头上的感觉。就是一般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介绍这个东西，一般是50岁开外的人会。不止，我觉得30岁左右可能会有满意的这种想要恬静生活的这种状态。我被满意安利了一个好去处，就是他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在那个滑梯，我不知道是哪个公园，然后我巨想去那个，好爽，看着好长一条滑梯滑下去，是冰的吗？还是什么？不是，它就是那个瓷砖啊，它有2个分大和小，是在陶然亭公园。
陶然全是小孩亭公园，推荐给对大家。对，然后那些小孩他会自备塑料袋儿，因为有塑料袋儿垫在底下滑，他会更快一点。对，他们特有意思，你就看小孩在那排队，然后从屁兜里拿出来一个塑料袋儿，然后垫在下面吗？对，垫在屁股底下滑更滑一点，然后就跟着这些小孩一起排队，就特别有意思。那个是免费的，那个是免费的，哦，对，就只需要排队就行了。对，我看下面还有2个大爷在保护。对，就是家长可能在下面，因为怕孩子摔到什么。确实，他那个还挺陡的，他有2个大的还挺陡，小的就还行。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想去玩陶然亭。可以，下次可以约。陶然亭的大滑梯也都是老传统艺能，就是会发现这些东西，就是还挺有意思的。肉小美呢？我可能会推荐大家攀岩馆吧，因为虽然我也有个2年3年没有攀过岩了，但其实攀岩还是一个很便捷的一个运动，就是它尤其是这种室内的攀岩馆，它不需要你准备什么东西啊。也不需要说你很强健，对你像我这种这么瘦的人，攀岩都完全没有问题。我给观众朋友说一下，肉是非常纤细的一个，对，就是它其实不挑年龄，不挑体重人群，什么都不挑，然后你就去就好了。它是一个能够锻炼到全身肌肉的一个运动，对，你只要按照规范走是非常安全的。就是攀岩并不是一项极限运动，就是在一切合规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正常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玩命的运动。对，比大跳台啥的对安全多了，对，安全多了。对，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然后也会认识很多很好的岩友，对他们开朗感觉，对，他们也愿意指导你，对他们也指导你怎么爬，他们也会很有成就感，对，所以现在北京攀岩馆其实开的也越来越多了，各个区都有，大家可以搜一搜，对，可以尝试一下。好呀，小美呢？昨晚去一酒吧，我觉得还挺好的，那个就在王府井，它是号称能看到北京市非常好看的日落，它是在那个文华酒店的天台，然后它能开天台，然后大家能在外面喝酒。但是现在因为冬天还没开，他说3月底之后天台就会开了。然后那里面有个酒特别逗，叫小狮子，它是拿那个茶做的冰块是一个红色的狮子，再把他们特调的酒浇在那个狮子上。酒不便宜，大概100多一杯，但喝的就是个氛围。对，那个氛围很好，大家可以试试。但是它晚上关得早，现在凌晨12点可能就关了。那这个物价水平，平日去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还有一个酒吧，咱们上次去，那个在三里屯，叫富格。那个挺好喝的，我们那次点的那几杯调的酒都挺好。是他们家送的是排叉，不是排叉，锅巴还是什么？锅巴，对，特好吃。对，锅巴很好吃。他给人小食特别好吃。对，但是酒还是在平均价位以上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酒比刚才那个第一家便宜，比刚才那个便宜，但是比一些就是第一家我说的叫什么了吗？在文华酒店上面叫 Mo Bar。对，刚才好像特别考验记忆力，我和肉在抢答。MO，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东四附近有好多好吃的。这东四附近吗？对，就是大家要是爱吃那个越南火车头的话，我们旁边有个粉酥推荐给大家。那酥酥真的是，我觉得汤特别好。是汤真的很好，饭量小的朋友2个人点1份就完全够吃了。满意你下班会想说随便的约个谁？就会有这种想法吗？因为我下班这个都很模糊，我会就看到谁，比如说我去看演出了，看到谁了就跟谁走在那个对哈拉一会儿，对，然后看到谁就再聊一会儿，就这种，也不会特意去哪儿，除非像小美叫我啊或干嘛的，然后会跟他一起，就是很随机的一种状态。我现在就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玩嘛，我就会特别喜欢叫我的朋友，像满意也是我公司里觉得就是绝对是我朋友的，而不是同事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人，但是我发现大家特别难叫，就是我每次都是那个组局的人，然后我跟着传，这人今天来不了，那人明天来不了，然后你就永远很难传一个局。那你还会一直想传吗？会呀，
就是还不停的叫啊，我叫满意多少次他不出来，我还在叫啊。不是，就是因为他玩那些东西我不想玩，比如说他的剧本杀，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我都没玩过。对，狼人杀、剧本杀我都不喜欢。对，如果他什么时候组一个去那个爬山的，我肯定会非常愿意去。爬山我会教你。对，爬山这种啊，但我爬的太高端了，太高端了，有门槛了，有门槛了又不行。金山吗？还是银山？花果山。笑死了！下次攀岩喊你吧。攀岩我可能也不太喜欢，是不是很难搞？这个人真的就很难搞。哎，你是就是纯的说这个我想去不想去，对，才来判断说约不约，并不是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没有做过，我要尝试一下，就是我单纯的不喜欢，听到就会拒绝的那种，就不会想去。明白。像攀岩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太喜欢。是我有一个很那个啥的案例，就是我这个人吧。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巨渴望别人来约我，但是呢，一旦约我又开始打鼓，在心里说，我要不要去？我现在好像什么状态不太好。你打鼓是不是跟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们社恐的人嘛，就是你当知道有个局的时候，你想去参加，然后想有一些朋友认识，但是马上要临近了，你又压力特别大，是的，恨不得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局，我就恨不得说没有答应过。我发烧了，我今天我就不去，我就找借口，我就真找过借口。那我觉得这就完全是因为社恐，但那是我朋友，我都找借口过。我就会这样，然后我还会担心说，我要是拒绝了朋友约我，人家下次还约不约了？那你其实就应该交一个我这样的朋友，我就会持续不断的。所以刚才我问小美，我说你还会一直传吗？会一直传，很辛苦，也想被约。其实我还挺好约的，我单纯是受制于距离。就是如果我能够很快速的准备妥当出门，我是任何一个局都可以去的。其实你的准备妥当出门，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很那什么的。不是，你要知道我在路上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如果说这1个半小时拿来做准备也是足够的，那样的话是完全。但你住的太远了，对，就是受制于距离。你出门要做啥准备？不是，就是你要做好跋山涉水跑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的。不是，他出门之前的打扮要很久。他虽然也不化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久。他每次都是，不是，就是他洗澡就能洗1个半小时，就是能洗出他路程的一个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我太糙了。洗了一洗，就是我觉得我洗了一洗，我还真的是在洗澡的时候听播客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一期播客的听完是吗？时长，对，因为你不想说很出去就不听了，对，卡在一个很那个什么的时间嘛，所以说我听播客的时间都是集中在上下班的路上，很完整吧，来一期回去一期，洗澡的时候又一期，对，我觉得洗澡还是一个很解压的一个事儿，对，就是你会一直在里边很神游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洗澡这事儿我们以后也可以聊聊。是洗澡还是很值得聊的。洗澡这我在2环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便宜的洗澡的地儿推荐。澡堂浴池吗？对，小澡堂，特别便宜，就在那个月空间，月空间那边北新桥东四几条我忘记了，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它又非常干净。那种地界现在还有浴池开着，还挺大呢，有洗澡、泡澡那种，还能汗蒸，可以搓奶搓盐吗？都可以，而且很便宜。因为我每次都是比如说演出结束之后去，它也没什么人，对，就后半夜，也推荐给大家。爱干净的朋友可以去。叫什么呀？也没说在哪儿，也没说北新桥附近，大家找去吧。大概能有100多家吧，我觉得。叫康泰华洗浴中心，东四北大街店。搜浴池还搜不出来了，这就。对呀，完全人洗浴中心。对，人的名儿高级一点。对。好，那大家觉得你们今天下班之后，也不是下班，你们觉得今天这个加班感觉怎么样？
这个状态我不太会觉得是一个在加班的状态。你觉得是在上班的状态？也不是，就是其实更像闲聊了。是对，像闲聊吧，只不过就是可能措辞上稍微比平时聊天多注意一些，但是如果这个场合有酒的话，就真的是闲聊。对对对，我们4个真的应该出去，就去酒吧旁边就。对，又开始了。我要戒酒。挺好。今天我觉得是我下班过得非常开心的一个晚上了，也很开心能陪你一个晚上。谢谢，终于有朋友陪我了。不用孤单了，我之后会持续的约你。完了，但我也得跟满意似的。没事儿，没事儿，再给你们3次机会，3次不出来，断绝关系。哦，对，我刚才好像发现，咱们几个都是下班之后负担好像会比上班时候轻一些。就咱回家之后，没有说有啥生活上的负担有啥生活上角色需要我们承担了，不用看孩子，也不用带老人啥的，就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是，我觉得这一点也还是挺幸福的吧。对，可能我们就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也能享受一些相对自由的一些状态。我觉得自由的状态自己能把控。你以后也可以不需要看孩子。是，为什么非得需要孩子呢？又深了。就聊到母婴话题了。完了，这个社会角色、社会分工又来了。人啊，就是要自己开心嘛。对，我想和大家聊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出于我领导吕东的一句话，他一直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就是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工作好才能休息好。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一句话，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和我今天几位朋友都可以真正做到好好休息，好好工作。我们就尽力的在以后去找到劳逸结合中的义吧。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哎，祝大家晚安，晚安，在欢声笑语中结束。